这一集的健行记录，我们从新北市新店区安坑附近的金山福德宫出发，然后我们预计要爬到烘炉地的福德宫。如果时间 OK 的话，可能我们再走到中和的圆通寺，然后来记录一下这一条路线。那我们出发，边走边聊吧。我还蛮常去爬那个烘炉地的。做业务的时候，每年这新年的时候，我大概都会去烘炉地拜拜。然后从这边看下去是阳光运动公园啊，然后中间那边可以看得到是那101台北101。那这边有那个路标，烘炉地寿福宫，往前面这个方向。好，我们继续往前。这边有一个三角点啊，上面写的是华新街，然后跟烘炉地，哇，然后这边开始是这种石头的地形。我这边好像刚路上在问那爬山上来的大姐，她说顺着这条路，其实如果说不确定，刚其实还蛮多这种小岔路的，因为一路有这种还蛮多岔口。那我觉得可以，你稍微用那个手机的 Google Map 看一下方向，就是用那个坐标往烘炉地的方向走，比较不会走错。哇，然后马上来一个这个有点陡峭的路啊。是另外一个三角点，然后这边写的是光明顶，然后这边是手机可通讯的点。然后在这光明顶这个三角点这边啊，可以看到对面啊，我现在手指的这个应该就是烘炉地了。那我们应该是要爬到就是这边烘炉地，那还有一段，我们先到第一个目标烘炉地吧。然后那边华夏应该是到华夏工专吧，好，以前的华夏工专，现在应该是那个华夏科大吧。往那个烘炉地还有大概1公里1000公尺左右，然后跟南四角山大概都是还有1公里。好，我们先到那个烘炉地吧。然后这边那个往南山福德宫就是烘炉地。好，沿着指标，他说大概还有16分钟，然后就继续往前走吧。我们离那个烘炉地南山福德宫大概600公尺，
然后呢，其实这边的山路真的蛮错综复杂的。我们刚是从右下角这个新店财城入吉人中学这边上来，然后一路走，现在到南山福德宫。我们如果走平面的道路，其实感觉要绕一大圈，绕过这些山。不过呢，其实如果走山路，那个直线距离从安坑到中和，其实距离真的蛮近的。好，然后最后一段，我们继续往那个烘炉地出发。我们会到烘炉地了，剩194公尺。然后这边的路左边是往那个南四角山，然后我们是往右边走，快到了。这边后面就比较平缓一点了，直接通到那个烘炉地的背后。我们要到烘炉地了。那烘炉地，关于那个烘炉地拜一拜，我之前有做了一支影片。可以参考一下我之前几年前的那烘炉地影片。那我们今天就单纯是践行的记录。好，参拜的详细部分今天就不做介绍了。我们先到烘炉地。我们现在准备从那个烘炉地继续出发，所以会先经过南四角山，然后往那个圆通寺烘炉地登山步道，然后一路到圆通寺。那如果是长时间的户外运动，我身上都习惯会备有这种快速吸收的果胶。那现在线上就可以购买咯。点击资讯栏到威德的官网购买运动补给相关的产品吧。那我们继续往那个南四角山右转。到南四角山的三角点，那边的标高是302公尺。其实小时候，我不是很喜欢爬山不管是爬山还是跑步小时候其实都不太喜欢这种运动。不过到了年纪越大尤其心情不好的时候，自己一个人来这种步道山上走一走。那我们来到这个岔路口，这边是往那个紫竹寺，然后下去是那个华夏科技大学后面。我们要继续往那个五尖山的方向。然后从那个牛埔头山，然后再到圆通寺。好，我们继续往前。如果有印象，我走过一次从那个圆通寺走到烘炉地，应该是我小学的时候吧。那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安亲班的同学的爸爸因为很喜欢爬山。我记得那时候好像也是可能是夏天吧，然后带着我跟他儿子，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就从那个圆通寺，然后一路爬到烘炉地才下山。我记得那时候爬到满身都被蚊子咬，然后爬到太阳都快下山了，
晚上大概我记得爬到快晚上6、7点才下山了。所以我一直不知道为什么脑子一直有印象，就是爬这一段，然后穿过这一块这样子。哇，然后这一段都是这种大石头啊，你要绕过这个大石头才有办法上到上面。然后那边有一些那个绳索，你可以抓着绳索做辅助。那之前有几位观众在问说，怎么最近没有自行车的影片？必须说很抱歉。第一个原因是骑不太上去，尤其是山路了。那我其实最近有在规划，可能从一些比较平地的路线开始恢复这种不管是长距离的骑脚踏车，跟顺便做这种路线跟景点的介绍。对啊，然后另外一个是因为最近才刚开始比较密集的恢复运动了，那我自己有给自己一些小目标，如果顺利的话，看能不能今年去参加几个以前有参加过的挑战赛，甚至我其实一直还蛮想去日本骑脚踏车的。如果有机会的话，那希望可以拍一个企划，是到日本骑脚踏车，或是参加挑战赛的这种拍摄的影片。好，希望持续追踪我的频道，我相信一定会拍出来的。哦，下面好像是那个绿中海的别墅区哦，在这个安坑的山上。那我们现在在那个登山步道，我看一下那个红色的现在位置。那应该是还要再继续往下走，才会到那个牛埔头山的岔路口。一直沿着这个走，我不知道走的路对或是不对，因为感觉好像不像要往圆通寺的那个方向。不过反正走错就算了，走错我就直接从那个南四角回家了，没有差。好，我们反正继续往下吧，今天能走多少算多少。我刚看了一下那个 Google Map 啊，然后我现在是往圆通寺的方向没错，但是这里已经不是登山步道了，这里已经是那个北95号的道路，所以如果是登山步道，应该是要往刚刚后面那个方向，往那个牛埔头山，然后再岔路进去。不过没有关系，今天反正目标是烘炉地，起码走到烘炉地了。那下一个目标，我们反正就是往圆通寺的方向。不过刚刚那大哥说好像要绕过那个纳古塔的样子，所以后面我的印象也是在圆通寺后山这边有一片很大的那个墓地跟纳古塔。对，那翻过这边过去就是中和的圆通寺了。然后这边有写中和圆通寺月岭，然后这边是那个中和的纳古堂，我们就穿过纳古堂，这里就不多拍了。前面我终于又回到登山步道了，然后往左转是圆通寺，右转是那国旗岭。好，我之前有从那个复兴国小爬到国旗岭。好，我们往左边到圆通寺剩250公尺。这边寺很多，那我们现在是要往圆通寺的方向，是从这边开始下坡，剩一小段。我们到那个要到圆通寺的大殿的方向，右边这边是圆通寺的大殿。好，我们先走到圆通寺这边。然后之前我的影片有提到，我其实在中和
住了超过35年了。那所以圆通寺其实是很常会来的地方，尤其是小时候。那小时候其实对圆通寺的印象是，哇，你要从山脚下爬上来，然后山上有一些吃的东西这样子，然后上来走一走。然后记得圆通寺这边有一个那个一线天的洞窟，对，然后那个一线天的洞窟，小时候走会觉得哇，那个豪宅好狭小，对啊，然后跟现在跟小时候的印象也稍微不太一样。不过圆通寺这一边其实就是还蛮清静的。然后圆通寺呢，最常见的那个取景就是在大门主殿大门的2只石狮子。对，我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等一下去拍一下。那我印象中的像包含了朱延明导演的那个新乌龙院，然后还有蛮多。如果你有印象在圆通寺取景的，欢迎在底下留言哦。那我回到那个圆通寺的山脚下，那今天从安坑走到圆通寺这一段那个中和南视角的这整个登山步道，那码表记录到的距离是9.81公里，那实际上走的时间大约是4小时48分，接近5个小时左右。好，那今天这集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啦。喜欢的话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并且按赞分享。那我们下一集影片见，拜拜。